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换一个角度来拍，大家发现没有？由美国以及他的爸爸联合发起的对伊朗的战争，现在看来已经完全失控了，完全出乎美国的意外。所以你看，这段时间以来，像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以及何格塞斯，也就是美国的战争部长等等等等，美国政治人物讲的话，特别是特朗普讲的话，有点像3岁的小孩，非常没有智商，而且特别的可笑。这些脑残的言论，我认为啊，特别丢美国的脸，因为作为一个堂堂所谓世界第一大国的总统，讲出这样的话，是不是令人大跌眼镜呢？所以通过这次对伊朗的战争，让全世界人民真的认清了美国其实就是一只纸老虎。前2天德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要求中国派遣军队到中东，维护霍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中国不是美国的盟友，为什么美国有权要求中国这么做呢？据说特朗普的理由是这样，因为中国是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所以呢，中国有义务派遣军队到那个地方去维护所谓的航行安全。甚至更可笑，特朗普威胁，如果中国不派遣军队，如果中国不配合美国维护所谓霍木兹海峡的安全，特朗普说我就推迟去访华。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啊，特朗普访华这个消息呢是他自己放出来的，中国根本没有批准。也就是说，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邀请这个特朗普去访华。你现在向全世界宣布如果你中国不派军舰来帮助我们美国来维护霍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我大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特朗普就推迟去访问你们中国。好像他这么威胁中国，好像很怕一样，对不对？其实中国方面早就有心理准备，你这个特朗普像这样说话就像放屁一样啊，一点用都没有。签了什么合同，签了什么条约，变成一纸空文，没有用。那你来中国访问有什么意义？其实啊，中国根本就不欢迎你美国总统来访华，你来不来根本无所谓。其实我觉得现在中国也包括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人，把特朗普说的话就当放屁一样。还有一个非常可笑的地方，霍木兹海峡可以说被伊朗完全控制下来了。那美国盟国的，还有与美国走得比较近的那些国家的船，根本就不能从这霍木兹海峡进出。但是特朗普目前拿伊朗没有办法，搞不定。美国的油轮被炸了，美国的航母被炸了。另一方面，特朗普说我们打掉了伊朗46艘军舰，伊朗的海军被我们全灭了。另一方面，他的话又特别矛盾，他又要求世界各国派遣军力去协助美国维护所谓的霍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那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一个是自称自己的军队世界最强大，另一方面一个小小的伊朗都搞不定，另外又放大话说消灭了伊朗的海军。所以你看全世界人民是怎么看美国的笑话呢？另外很可笑的是，特别讽刺啊，以前那些所有的美国的跟尾狗紧紧跟在美国后面的一呼百应的以前啊，现在看着情况不对了啊，看着伊朗打得特别的出色啊，美国拿伊朗都没办法了，他的那些所谓的盟友一个个都成了缩头龟了啊，不敢出来。所以你看，美国要求你们这些盟友支援美国，但是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其他那些都不敢有所回应。这次意大利表现呢相对来说比较默契，因为呢他提供在西西里岛的军事基地给美国用。法国原来派了军舰到地中海的，但是呢也撤退了。美国的福特舰航母，就是号称全世界最强大的航母，现在呢也返回去搞维修了。目前看来，美国真的没有办法。像德国、英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派遣他们的军队去协助美国。所以说的第3点，那就是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特别的愤怒啊，他甚至威胁说对北约特别失望，美国可能会退出北约，而且他还威胁说啊，退出北约不要经过美国国会的批准，他自己就可以做决定。因为他说啊，北约这个联盟没有用，只是个单行道，只是美国去保护你们，出钱出力。但是当我们美国邀请你们这些北约国家协助美国的时候，你们一个个都消失了。所以呢，他又来威胁要退出北约。
当然，如果美国真的退出北约的话，北约的那些国家还是比较害怕的。我不知道美国会不会兑现他这个威胁啊？因为目前看来，除了美国，北约所有其他那些国家都不可能在军事上对付俄罗斯。这也是北约这些欧洲国家特别害怕的地方，因为一旦俄罗斯哪怕有一点小动作，那其他那些北约国家都根本就没法拦住俄罗斯的攻击，特别是那些当年因为俄乌战争跳出来积极配合美国的国家，比如说什么捷克呀、波兰呀、立陶宛呀、东欧那些国家，加上芬兰等等，现在看来非常不妙。这次德国总理默茨也非常的狡猾，其实就是墙头草，因为看着形势呢对美国不利了，看着美国搞不定伊朗，所以呢德国现在马上就做缩头龟了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德国一直以来，真的是一直以来特别积极配合美国的，但是这次就例外了。然后默茨说，美国以及美国的爸爸在攻击伊朗之前，没有跟我们北约，没有跟我们德国商量过，所以呢，现在这个战争与我们无关。德国总理还说了这样一句话，真的我非常反感。他说，北约是一个防御性的联盟，不是一个攻击性的联盟。好了，朋友们，大家好好想想，过去10-20年，北约这个联盟到底是防御性的还是攻击性的呢？从美国以及北约发起的对伊拉克的战争以来，还有阿富汗，还有利比亚，还有之前的对南联盟、对塞尔维亚，对不对？到底北约是防御吗？而是攻击去侵略，而且还野蛮地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的大使馆。中国有3个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牺牲了，这个仇还没有报呢。而现在，德国总理竟然说北约是一个防御性的联盟，简直是放屁！真的，我听到特别的生气啊！特朗普有的时候说话真的好像不经他的大脑思考，因为他呼吁其他国家派兵去支持他所谓的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然后没有其他国家响应，他就特别的生气，然后恼羞成怒，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啊，由于美国在中东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成功，根本不需要北约伙伴的支持。你觉得他说这样的话，他自己相信吗？前脚还说了，希望你们所有的国家派兵来支援我们美国，甚至呢要求中国派军舰，对不对？然后现在他说，我们美国取得了巨大军事成功，美国在中东所有的军事基地都被打了一个遍，油库也被炸了，机场跑道被炸了，战机也被炸了，什么雷达也被炸了，等等等等等等，还说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成功，竟然说不用其他国家的支援了，真的。目前看来啊，伊朗不停歇啊，即使美国想要停战，伊朗不同意了，因为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手里。目前看来，伊朗的内鬼抓不完啊，意见特别多，因为伊朗又有一位重要人物被美国以及美国爸爸出掉了。对于伊朗战事，我自己本人啊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点我对特朗普特别愤怒。前一期我对大家说过了，我的返程机票以及返回德国的机票是要经过中东中转的，目前看来根本是不可能了。巴林机场还是关闭的，昨天我看了，而且即使到时可以飞，我也不敢飞，因为说不定飞在途中的时候，突然一颗导弹就打过来了，对不对？命还是更重要的。所以呢，今天早上我就改变了主意，我自己出钱买了回程机票，买的是咱们中国航空公司的机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Air China 的机票。这次呢还是比较凑巧的，我买到了相对便宜的机票，是从成都直飞布鲁塞尔的。从布鲁塞尔我坐大巴回到德国科隆，还要坐3个多小时到4个小时的大巴。不过这没办法，能够回到欧洲就不错了。而且你们也知道，由于中国没有参与制裁俄罗斯，由于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目前不错，所以呢，世界上只有中国航空公司可以飞越俄罗斯的领空。我估计啊，从成都飞往比利时的飞机应该是先往北，经过中国的北方，然后呢进入蒙古，然后呢经过俄罗斯，进入应该是波兰，然后经过德国，最后进入比利时的领空，然后降落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从成都到布鲁塞尔，你们猜单程要多少钱？
才2600单程啊。然后呢，我从我的老家广西桂林恭城到成都，坐高铁大概600块，坐飞机也是这个价格。也就是说，我这次返回德国大概是花3200块钱左右单程，所以相对来说啊，还是比较合算的。但是无所谓啊，因为花3000块钱买个安全，我认为是值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对特朗普特别气愤，就是因为他悍然发动的战争，让我自己也损失非常的大。你们觉得我应不应该向特朗普索赔啊？从内心来说，我真的想啊，赔给我3200块人民币啊，另外还要加精神损失费，真的气死我了。另外，我得到个消息啊，从3月23日开始，中国的油每升又要加1块钱，前段时间加了5毛，现在又加1块，也就是加1块5，这加的幅度非常大呀。美国以及美国爸爸悍然发起对伊朗攻击，然后伊朗自卫反击，造成全世界一团糟，油价大涨，那会造成通货膨胀，让全世界经济蒙受损失。从内心来说，我真的希望这场战争快点结束。另外，也是昨天的消息，美国深陷中东的泥潭，拔不出来。但是谁能想到，特朗普又在威胁古巴了，威胁要接管古巴。而且美国正在与古巴的官方进行谈判，真的希望古巴的政治人物不要那么天真。美国这个国家没有一点诚信，也许就像与伊朗谈判一样，它是一种烟幕弹，也许某一天突然就对古巴进行攻击了。所以啊，朋友们，美国真的是这个世界的乱源。你看，过去几十年，凡是美国介入的国家，都是战乱，都是颜色革命。可以说啊，美国一日不出，世界不得安宁，全世界苦美久矣。我相信这绝对是全世界人民的心声，那就是美国早一天垮掉，还世界一个清净。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见。